难道齐大马的女儿就这么重要吗？比文氏还重要吗？向天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回来吧。 我哥，我妈，我觉得我做了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 小知足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又开始知足了？我现在变得越来越贪心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你说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吗？ 到了，你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城堡了。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啊、迪迪、子天，我们3个就开始建这个小木屋。我们说好了，这里就是我们躲避烦恼的城堡。小穗啊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与世隔绝，谁也找不到我们。 去我们的新家喽！啦啦啦啦啦，当当当当当，啦啦啦啦啦啦。都敲半天了，行不行啊？万一装水的时候漏水怎么办？这古董鱼缸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，小不小啊？当然不小了。 你知道吗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就在这里面学的游泳呢。真的？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们已经跑出来1天了。你说他们会不会着急啊？
我都能想象你哥的样子，抱着你嫂子哭啊哭啊。我也能想到你妈的样子，她一定指着谢伯说：“你快给我把向天找回来，千万不要让那个姓齐的给拐跑了。”真想。你妈现在身体怎么样？还是那样，一生气就血压高。这2天啊，都是我哄她骗她，她才肯吃药。怎么哄啊？其实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到。那你爸呢？他对你怎么样？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呢。有时候，我觉得他跟我想象中的爸爸一点也不一样。有时候却觉得他就是我爸爸。那天我生病，他就在我床边照顾我，守了我一晚上。我却一直在装睡，都不敢看他一眼。不说这个了，一说起来又该心烦了。阿宇，我们真的躲得掉吗？我们这样逃出来，真的能够逃开一切？真的可以幸福吗？有时候，为了得到一些，必须放弃一切。我发现我变得贪心了，我什么都不想放弃。我知道，虽然今天你一天都在笑，可是我看出来你不开心了。你心里还放不下你公司，放不下你妈妈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个秘密吧，今天我开过手机了。小穗啊，我也是。收到很多短信吧？我收到我哥的，我嫂子的，迪迪姐的，还有我爸的。我收到我妈的、谢伯的、迪迪的，还有你哥的。是不是被骂惨了？他们真的很着急啊。小穗，你要是真是钱大年的亲妹妹，那该多好。你如果真的是阿玉，那该多好。真想看到以前那个傻乎乎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阿玉。可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怎么也不会变回我们想象的样子。总算物归原主了。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千万不要再熬夜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会？
你也要记得，不要随时带身上。文总，咱们去哪儿？回公司。你真的决定了要和向天分手？可是你们已经都跨出了第一步，马上就可以抛弃一切，远走高飞了，为什么不坚持下去？这样的快乐能持续多久啊？1天、2天，反正不会是永远。阿玉放不下他的妈妈，更放不下他的公司，他这样不会快乐的。那你呢？我有哥哥、嫂子，还有我爸爸。我很想放弃一切，什么都不管，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。我真的好难受。这种感觉我知道。爱一个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的人，心里会很痛，对不对？
小穗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小穗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两个人是一样的了。可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更要很坚强的好好的活着。我们要让命运看一看，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挫折，我们都能笑着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小穗，你爱向天吗？向天爱你。如果他遇到了困难，你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帮助他的，对吗？那你就要比我幸福10000倍了。可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更要很坚强的好好的活着。我们要让命运看一看，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挫折，我们都能笑着活下去。哎，往里面去啊！哎，靠左边，靠左边。哥，你干什么啊？小穗，哎，都留点神啊，别把老子东西给碰坏了。哈哈，小穗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爸知道你不愿意回家住，没关系呀，爸搬过来陪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干嘛你？别了，这是我家，我帮我哥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他要不愿意，可以不搬过来呀。喂，我有急事找齐总，没长眼睛啊！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，没一个买东西，全是来汇报工作的。你说这让我们怎么营业啊？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好歹他也是你亲生父亲，对不对？他想看他女儿，我总不能拦着他吧，对吧？哥，你的立场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能帮着他说话呢？我的立场呢，就是希望你们父女俩可以和好，别整天他什么劲儿啊？你叫声爸有这么困难吗？我叫不出口。齐总，咱们在北方的市场出了点问题啊，齐总。哎，齐总，你敢挤老子，老子还挤你呢！小子，看见了吧？啊，老子玩这种疯狂过年车，他还没说过呢，我。齐总，哎，行了，拿着你的钱干活去吧。那哪天咱们再玩几盘啊？啊，行，老子随时恭候啊！去吧。哎呀，是。你这还是对你爸有成见，可是你不要忘记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听哥的，叫他一声爹，啊，让他高兴一下是吧？我也想让他高兴，但我总不能骗他吧？我叫他爸的时候，心里一点感动都没有，这有什么意义？你别忘了，人家一个大老总，对不对？好好的大办公室不用，跑来咱们这个小超市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多看你2眼，是不是？啊？
哎，大妈，你好，今天呢，咱们鸡蛋特价。哎呦喂，吓死人呐！你们这是什么超市啊？吓害人呐！我不买了。哎哎，老子，老文呐，文氏在北方的市场不是已经占了15%了吗？为什么停下？齐总，咱们的资金链已经跟不上了，辽宁的几家分公司都快撑不住了。那就拆分资产了，抽出资金来，全力以赴抢市场。可咱们的合作伙伴怎么办呢？老子管到他们呀！啊，只要能灭掉文氏，断几根手指，老子还断得起。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往底下扔东西？您知道往底下扔东西有多危险吗？我和我哥还在楼下呢，刚刚还有一个老太太要进来买东西，就被一个扔跑了，万一把人砸着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闺女，你看我这个臭毛病，一急了我就抄东西，我行了吧？是爸的错，爸错了，原谅我吧！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下去帮着搬东西，然后回公司。下午我要见到资产清单。好的，马上从眼前消失。闺女，哎，好，我来。我跟您商量个事儿行吗？哎，说，闺女。您搬出去吧。啊。自从你们来了以后，我们都没法正常营业了，一会儿一个秘书，一会儿一个经理。超市本来就小，他们一来人都站不下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？行，老子让他们都走，行了吧？我是说您过一些啊，大不了我常去你那看您行吗？哎呀，那我知道了，你是怕影响你们超市的营业额，没关系，你们超市一天流水多少，老子全都给补上，亏不了钱大年。真没法跟您交流。小样儿！喂，别搬了，现在就回公司，快去！小哥俩忙着呢啊！哎呀，我闺女这么多年，多亏你们照应，谢谢了啊！应该的。小穗在我眼里那就是我姐呀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要不我认您当干爹得了，以后我天天陪您打游戏。哎呦喂，那就算了，老子干儿子太多，都记不住了。不过老子还是得表示啊。一人6万6，来，66大顺。谢谢齐总。哎呀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谢谢。既然你们都是我闺女的好朋友，那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啊。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儿。文总，其实下午恶意拆分了2家子公司，像是要有大动作。他们是为了补自己的资金链，齐大马这回是要跟咱们玩命了。可是照齐氏这样的玩法，我们撑不过1个礼拜啊。问题是，齐氏到底能撑多久？小穗，大忙人在公司吗？没打扰你吧？当然不打扰了。这么多天也不出来个电话，分手归分手，总不能电话也不打吧？公司有点事，有点麻烦。啊？老夏，我是不是又欺负你们了？我去说了他去。要不我帮你刺探一点情报？说什么呢？你绝对不能插手齐氏的事。为什么？我不想你重蹈迪迪的覆辙，他有多痛苦你看到了。我不要你帮我刺探什么情报，我只要你好好的过普普通通的日子，听到没有？小穗，知道了。吼什么呀？答应我，以后无论文氏、齐氏怎么了，你都要置之度外，啊？好
行好了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我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了。要不我们拉钩？我钱小穗答应你阿玉，要听阿玉的话，不参与你们之间的事情。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不管以后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许瞒着我，好吗？好。阿玉，就算我帮不上你的忙，我也希望能够一直陪着你。小穗，你回来了？还没睡你了？哎，小穗，怎么样？你跟你爸和好了没有？干嘛？他欺负你们了？哎，绝对没有。我发现呢，那齐总绝对是个好人。特别亲民，还跟我打游戏呢啊。对。你俩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个小穗啊，我看你平常怎么不理你爸呢？你这样不对。我看那电视啊、电影里边，那个父女相见，那都得抱着哇哇哭。干脆你跟你爸就和好得了，完了也抱头痛哭一回。对，正好你爸在楼下呢，你去看看去。是不是他让你们来说服我的？他逼你们了，还是你受他们好处了？绝对没有，我们这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东瓜脑袋，你枕头底下这些钱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又去赌钱去了？对呀，我又去赌了。哎呀！我哼，跟齐氏集团赌啊？你有点骨气没有？不是小穗，那不是外人吗？哎，小穗，小穗，怎么样，签了吗？干爹，这是大超市的过户协议书。好。哎，等老子盖了章就生效，下个月这个超市就是你们的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这该签的地方怎么都没签呢？齐总，首先容我不叫您干爹啊。哦，这个大超市，我们想了想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哈哈，野心还挺大的。不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没关系，贪婪不是坏事。行，说吧，你想要啥？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想要，齐总您的这个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是我们想了想之后呢，这个超市我们真的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接受的话，感觉好像把小穗给卖了。没错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还就是要花钱买我闺女。大年，我现在算一笔账，帮你开窍啊。小穗儿今年22岁了啊，这么多年你帮我养活她，从小到大，奶粉钱、学费、生活费啊，还有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辛苦费，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块儿，他怎么也得几十万呢啊！这笔钱他本来就应该我这个当爹的出，让你们出这个钱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对吧？我现在不过是把这20多年亏欠你们的连本带息一块儿还了，是不是这笔账？是。这不结了吗？哎，签字。齐总，你先听我说啊。但您算的是您那边的这笔账，但是我们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。齐总，当年把小穗接回来养活她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心甘情愿的。如果要用这个金钱来衡量的话，它岂不是成了一只股票，是吧？但你不要忘了，小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，不是个什么股票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想了又想，觉得真的不太妥当。而且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失眠了好几个晚上。所以最后，我们决定这个超市我们还是
没有办法接受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的火已经拱到这儿了，忍着呢。我现在好好跟你说，这个超市给你了，你爱干嘛干嘛，烧了跟我没关系。但是老子我必须送。回去以后，赶紧跟你媳妇儿把字签了，快点，唠叨唠叨。听见了？我还以为你会答应他呢。就是嘛，我当时都觉得我都被你卖了，可难受了。想什么呀你呀？我把你嫂子卖了，也不会把你给卖了啊！你信不信我告诉嫂子啊？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！说的话，我肯定耳朵被他给拔下来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小穗，哎，你看看啊，这个超市可大着呢。你看，收银台就10几个，然后呢，里面的货可以说非常齐全。你看，这个货柜呢，根本看不到头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地下停车位，你说大不大？怎么了？要不，这超市你还是要了吧？干嘛？有个大超市不是你一辈子的梦想吗？是啊，是我的梦想。哥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如果现在我把这个字给签了，就等于有人把我这个梦想给偷了，你了解吗？看什么啊？大不了20年之后再来个大超市也不迟啊！你看我这个样，人家都说你看起来像18岁，怎么都不老呢？就是这个样，20年之后还是这个样，到时候也不迟，怕啥？脸皮真厚，你以为你是天然童姥啊？开玩笑，脸皮厚，你过2年你也了解了，到时候你会比我还厚。我累了，我要回家，起来。干嘛？不要回去。你这个懒鬼！哎呀，快点啦，不要偷懒。你晚上是不是吃多了你？你不管我，你不许说我，再说我太想要你了。怎么样？以高于原股价60%的价格收购，那帮股东有意见吗？基本同意，相关的手续都已经办齐了。齐总，我们这次胜券在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进入倒计时，齐氏将展开新一轮收购，目标企业文氏集团。哈哈，总算上钩了啊！老子的就是小了点儿。谁？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哈哈哈！闺女，起得真够早的啊！你也是吗？每天早上都锻炼。啊，爸在公司啊，自己有一个健身房，每天都按时去锻炼。大夫怎么说你知道吗？爸的心脏是30岁小伙子的心脏。嘿嘿，现在没这条件呢，爸每天沿着这个小河边上跑2圈，早上出汗，舒坦。哎，吃早点吧。好。我听你秘书说你最喜欢吃烧饼加鸡蛋，我去给你买了2。哎呀，不用，闺女真是有心啊！来，
好吃吗？不错，不错。但是啊，这家做的不够地道。你知道爸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烧饼加鸡蛋啊？因为你妈做过，特别好吃。哎呀，你妈妈煎那个鸡蛋，那是糖心的。哎，烧饼加上鸡蛋，嘴一咬，蛋黄顺着嘴边流出来了啊，那个香啊！哦，香啊，特别的香啊！有时候我就想吃出你妈做的味道，不光是香啊，心里边暖和。不过这个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了。这个我会用啊。爸爸两个都知道。昨天我分析了齐氏集团这10年来的收购案例。齐大马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这么大，主要都是靠恶意收购。他习惯先打压一下目标公司的股价，然后再以50%到1倍的价钱从大股东里收购。他在跟咱们拼谁兜里的钱多。这是恶意收购，一旦收购成功，齐氏集团肯定会对我们赶尽杀绝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些员工都会被赶走。不用担心，一定会有办法。可是要保密，我不想搞得满城风雨。文总，我来给您倒吧。坐在这儿还舒坦吧？齐总啊，你坐。嗨，我就是想坐在这个位置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风景。哦，好，你坐你的。别，您坐。哎呀，这就是给你预备的。坐。其实人坐哪儿都一样啊，坐哪儿不是两腿一软，屁股一垫呢？是不是？瞧您说的。哎呀，您喝茶。好。齐总，等咱们成功收购文氏之后，您该履行您的诺言了吧？什么诺言呢？您忘了，您答应过我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收购文氏，您让我来打理。老子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这个诺言呢？啊！您别开玩笑了，我可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子天，你的脸色不好，要不要出去喝杯酒压压惊啊？你在耍我？这话老子不爱听了啊！什么叫耍你啊？啊，老子是让你做齐氏集团亚洲区的总裁，嘿，这比那个什么文氏集团的董事长他大多了。谢谢齐总，我只想回到文氏。你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答应过一个女人，我是从文氏出来的，我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回去。娃娃，这个时代不是说你有梦想它就能实现的。老子给你的东西，要么全都接受，要么一无所有。记住了，只要心够狠，坐什么位置都无所谓。
啊，